Hello，大家晚安。现在应该是2点多，然后凌晨2点不是我睡觉的时间，因为我应该还会再晚，毕竟我是一个真的很容易失眠的人。我现在不是在病床上哦，我觉得我这样看起来真的蛮病恹恹的，然后脸色也蛮苍白，所以我才说我要化妆嘛。我就说为什么我觉得化妆是礼貌，就是因为有时候真的气色太差，才用化妆来就是显现自己有个好气色。然后为什么我现在会变这样，是因为我临时突然下颚痛起来了，对，很痛。我自己算是一个蛮会忍耐，而且是公认超会忍痛的人，因为我今年开始疯狂看牙医，主要是因为开始出现了一些状况了啦。终于来了，不是时候不到，不是不报。我忘记这句了，算了。就是我之前第一次抽神经，是我因为蛀牙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忍了1年才去看医生把它抽掉。主要是因为之前第一个庸医，我真的觉得他是庸医，几乎后来所有医生跟我说早就该抽，我怎么会一直到现在？他是当然也不能这样讲，因为那个医生他觉得说，如果抽神经一定要医生认定你说你可以抽，你才抽。那为什么我几乎整口的可能都要抽了？因为我现在就造成职业伤害问题，所以医生认定我整口应该是要抽。然后主要是之前医生为什么不让我抽的原因，是因为他觉得抽了之后，你如果没有好好的刷牙，没有好好照顾，你蛀掉，你是整个要拔掉的。但因为像有太多的人，就是因为你这样会蛀牙，你就可能会再继续蛀下去，所以他会建议说，只要一直涂药就好。可是我真的觉得我的是已经到很深层，但医生还是坚持，我是真的觉得这样不 OK。毕竟后来让我痛成那样，我觉得是不好的。因为我说我要抽，他不给我抽也没办法嘛。那后来就是我这个问题，我去看很多牙医，他们都说这跟健康已经有点问题了，就是已经是有点需要2个一起看，不是只看牙齿，所以他们就建议我去看专科牙医。结果我就去看了之后，刚好像专科牙医的都要会骨头这一块，因为这一块就是跟骨头有点关系。这里就是下颚嘛，整个这里就是下颚，然后这个就是我的咀嚼肌的部分，然后还有这边有个骨头。那其实我现在就是这边跟这边都在痛。然后我就去看了医生，医生就跟我说，我确实是下颚受伤，就职业伤害。第一是我会磨牙会也导致下颚受伤，压力太大。你这样讲会不会太白痴了？之后是吃太多，以及咬太硬，还有喝太多酸性食物，果汁其实也是会造成你酸，不是只有可乐、汽水。所以医生跟我说，以后我喝果汁，我都要用吸管，然后直接灌入我的喉咙，不要经过我的牙齿，才不会被酸化。那其实我真的大胃王就职业伤害，我至少对我是。那他也就告诉我说，他不要帮我医。我当下听到超愣的，我想怎么会有这种医生说不要帮我医？他说因为他不想浪费我钱，他觉得我医了，然后我一样继续拍片，继续拍大胃王，那其实医了没有用，所以他就直接跟我说，除非我不当大胃王，不然他不会帮我医。我就说哦，好吧。所以后来我也跟他私底下留下就是联络方式，等到我真的可能不做了，找到下一份工作之后，或者是我副频道做起来可以维持我生活的话，我就会去找他了。那他现在是告诉我说，我的平常怎么补救，就是用热敷。所以我才会用这个眼罩，所以这是眼罩，不是我的固定器。那热敷真的太痛就要冰敷。那平常的话就是吃饭跟讲话不可以超过这个范围，要维持在这个范围。所以说再也不能大笑，好像大笑也很蛮丑的啦。所以我要控制我的笑。对。当然我职业伤害就是给你看。大家有发觉吗？我的门牙太平了，这真的是磨出来的。一开始那个医生还以为我叫别人帮我磨，我想怎么可能？因为有些人牙齿比较参差不齐，
所以他可能会希望平一点，但我完全不是，我是已经磨到我就是在下排上面。正常来说，你牙齿要压过下排，但我已经完全不是了。对，所以其实是蛮严重。然后我跟大家讲，1、2、3、4，这4颗神经已经抽掉了。其实我已经全口几乎都快抽光了，我还剩大概10颗不到吧。而且我跟你说，不是说我想抽就可以抽，就是一定要医生认证哦，我认真的。所以医生已经断定我就直接伤害太深了，所以就是才帮我抽。对，所以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多看我副频道，因为我真的觉得，如果我副频道没做起来，然后大胃王这一块生涯也结束的话，我就会默默退出 YouTube 圈。虽然蛮多人期待我可能会退出吧，因为觉得我太讨厌了，然后就是个屁孩，又做作又自大，所以我觉得。我就可能会换工作，然后消失，并且，因为之前我其实真的没有想过我自己会当网红，真的不是因为，如果不是因为3元的话，我根本不会踏入这个行业，所以，没错，然后，不行，我不能再讲然后了，这口头禅真的不好好，我要跟大家讲说，就是如果有卡路里跟我一样的话，就是这边疼痛。我真的觉得你要立马去就医，原因是因为这里受伤蛮不好的，就以后吃饭或什么种种会蛮麻烦，所以我真的觉得只要你有疼痛或这边疼痛，一定要立马去看医生，就去大医院，大医院有这个下颚什么科的，就专科，然后有这个科系在，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直接去看，好，那我知道我要讲什么了，最后呢，跟大家开箱这个小屋。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特别可以开箱，因为我又不买名牌什么的，我好像只能开一些奇奇怪怪的产品。这个不是推销啦，这就是我之前在大陆的时候读书，然后因为长期失眠，我不知道短期失眠的人，但是长期失眠的人眼睛一定会非常非常的酸。但是我自己不是，但是我好像试了很多方式，我后来发觉这一个热眼罩敷了之后，真的比较好入眠，而且眼睛也确实比较不会那么容易肿跟酸。一般来说，大家就是如果隔天很肿或者眼睛很酸，上网去看的话，有的人会说什么用茶包敷在眼睛上，或是热敷、冷敷，一大堆种种。我觉得就是差不多一样的概念。然后我也不是故意让自己失眠，就是压力太大，然后一直以来就是习惯性失眠。以前真的失眠的时候，也没有好好的去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就已经变习惯了。那现在就是不管喝牛奶、去洗澡还是怎么样运动，我告诉你，运动根本对我来说没有用，而且运动后更累，因为我体力太差，运动后更累，累到我整个情绪更低落、更躁郁，我根本睡不好。所以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说没有用，好像这个真的是会让我，相较之下，我这个是睡眠品质会比较好一点点。那至少就算没有睡着，我的眼睛也不会那么酸，也不会那么痛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跟大家推荐。那这个的话是用 USB 的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。对不到焦，算了，不要为难 iPhone 11的前镜头。对，好，这个的话它是有分时间跟温度，上面是时间，下面是温度。时间的话是15分钟、30分钟至60分钟，还有高、中、低这个温度。我自己是喜欢热一点，因为我好像感知能力有点差，就是我对事物的感觉有点降低了。我自己是觉得越热越好，因为就是会觉得比较舒服。然后时间一样就是最高，然后1个小时应该感觉是 OK 的啦。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也是跟我一样有这个状况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去买。反正你就打 USB 热眼罩。但我觉得 USB 有 USB 的坏处，就是大家会觉得它跟热电毯一样。对，我觉得没错，差不多。但我没有遇过，就是有眼罩烧起来这件事。以前热电毯有烧起来，可是我没有遇过。就眼罩烧起来，而且再加上它可以定时，你很害怕你就定时15分钟，然后如果还没有睡着，你可以再定时15分钟，你可以慢慢去看看到底
你比较适合哪一种。但我觉得，如果你是一个真的很胆小，或者是很害怕、就是会有被害妄想症、恐惧一大堆种种状况的话，我觉得你不要买，真的不要让自己这么不舒服。因为我自己是蛮豁达的啦，就是我觉得烧起来就烧起来呗，这是命啊。会遇到就是会遇到，就像走在路上会被车撞就会被车撞，就算我再怎么安全都一样。当然可以避免掉啦。那我觉得这就是能让我比较好睡觉、好舒服，就是比较舒服的状态。好，那反正就是睡前突然牙痛，然后跟大家讲一下我最近的状况，跟推荐这个开箱零食的小开箱。好啦，那大家别忘记开启铃铛，铃铛一定要开启全部，不可以开启个人化的那种，就是它会帮你客制化那种。因为如果你们一定要那么喜欢我的话，因为你们如果喜欢我的话，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，就一定要开启全部影片，全部都看起来，把它看爆。这样子，我的话就是至少我可以不用一直那么常吃，对。所以你们如果真的一定要看吃的，就去看我主频道。好的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